兩相權衡之下，航司呀做出了抉擇，苦一苦机上的300多名乘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問題？世界上最貴的飛機座位到底賣的是什麼？賣的是空間，賣的是漂亮飯，賣的是香檳，還是賣的一種我跟普通人不一樣的優越感？過去很多人幻想坐一次阿聯酋航空 A380，那是個啥感覺？那不叫坐飛機，那叫上天。雙層巨無霸飛機，頭等艙私人套房，座椅一鍵變床，1米高空還有酒吧，甚至有人拍視頻告訴你 ，brother， 這不是飛機，這是空中的迪拜皇宮。聽起來是不是很 beauty？ 但是人生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兒。有些東西你不能只看廣告牌，因為廣告牌上的世界永遠陽光明媚，真正的考試永遠發生在暴風雨裡。就在前幾天，一架被無數人稱為全球航空天花板的阿聯酋航空 EK302 航班，因為天氣原因備降杭州蕭山機場。飛機裡邊373名乘客，原本大家都理解天氣不好嘛，等等唄，安全第一嘛。結果呢，誰也沒想到這一等直接變成了一場現實版的鐵盒求生。夏天的杭州外邊熱，裡邊更熱。一架幾百噸重的金屬飛機停在地面，空調又出現了問題，幾百個人困在裡邊，有人身體不適，有人焦慮，有人不斷詢問什麼時候能下飛機。然後爭議最大的一句話就出現了：機艙內不屬於中國領土。聽到這兒很多人腦子裡邊是不是冒出一個問號？等等，嘛意思啊？飛機停在中國機場，但是飛機裡邊不屬於中國，那是不是以後外國車停在中國街頭，車門一關也可以宣布這裡是我的私人國土？照這樣發展，以後出租車司機闖紅燈是不是可以說不好意思啊，我這車內屬於司機的精神領土，不歸你管？是不是有點離譜？本期視頻咱們不是簡簡單單聊一次航班爭議，咱們來扒開一架飛機外邊的黃金包裝，看看裡邊到底藏着什麼。因為這場事件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飛機有沒有故障，而是當安全、規則、成本發生衝突的時候，一家企業到底把什麼放在第一位？我是白飯大招，歡迎來到老友記。故事的主角阿聯酋航空 EK302 航班，直飛機型是空客 A380，迪拜飛往上海浦東。7月22號晚上，上海浦東遭遇強對流雷暴，沒法正常降落。機組在當晚9點多臨時決定備降杭州蕭山機場。飛機落地那一刻，機上373名乘客沒有任何人鬧事兒，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夏季沿海雷暴頻發，航班備降屬於民航常態。機組當時給出承諾，僅等待2-3個小時，天氣好轉，立刻復飛上海。所有人安安靜靜的等候，等待短暫休整之後順利抵達目的地。誰也沒料到，這一場短暫的等候直接演變為橫跨整夜的漫長折磨，多重厄運連環疊加。半夜時分第一道難關就來了。原有機組執勤時長觸及民航法定上限，必須停止工作，輪換人員。杭州本地沒有具備 A380 直飛資質的阿聯酋航空機組，只能連夜從上海調派新機組。高速限速，雨夜行車，新機組姍姍來遲。好不容易等到新機組抵達，第二重打擊接踵而至。飛機排查出新的機械故障，需要原地檢修，復飛計劃再度推遲。而清晨到來之時災難正式降臨，飛機 APU 輔助動力裝置徹底失效。家裡有 A380 的朋友都知道，停機狀態下，機艙空調、通風系統高度依賴 APU 供電，供電系統癱瘓意味着整架飛機空調全線罷工。7月的杭州盛夏酷暑，地表溫度居高不下，373個人被封閉在密不透風的金屬機身之內，沒有空調，空氣循環變差，艙內溫度持續飆升，悶熱缺氧，空氣混濁，老人胸悶氣短，小孩頭暈不適，陸續多名乘客體力不支，有人直接中暑暈倒。這救護車2度抵達停機坪救助病患，煎熬10幾個小時，乘客徹底沒法忍受，集體向機組提出訴求，打開艙門前往航站樓休息。這原本是一個看似合理的要求，而機組拋出那句讓全網譁然的詭辯：機艙不屬於中國領土。人家邊檢部門禁止旅客下飛機，
這話一出瞬間在全網引爆巨大的爭議，大量不明真相的網友開始跟風討論：難道國際航班機艙真的是法外之地嗎？難道飛機輪子踩在中國土地上，內部卻不受中國管轄？不少人被這套似是而非的說辭唬住了，但反轉來得極其迅速。杭州邊檢蕭山機場官方第一時間發布權威澄清，地面所有保障力量早已全部待命，聯檢流程、邊境通道全部準備完畢，旅客能否下機，決定權完完全全掌握在阿聯酋航空手中。只要航司主動提交正式申請，隨時可以辦理臨时過境，安排乘客離開機艙。真相大白，壓根不存在邊檢阻攔旅客。所謂禁令純粹是航司編造的說辭，目的就是轉移矛盾，向外甩鍋。說到這兒，很多人就納悶，既然地面通道暢通無阻，為什麼阿航寧可由乘客高溫中暑，也遲遲不願提交申請，安排大家下機休息呢？答案沒有那麼複雜，這一切都藏在一本資本賬本裡。孙子兵法史記篇講，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任何企業做出重大決策，都會權衡利弊得失，但高明的經營者權衡利害，守住底線。唯利是圖的資本权衡利弊，只會把人的健康尊嚴換成成本數字。咱們不妨靜下心來，算清楚这筆所有人都忽略的經濟賬。倘若阿聯酋航空正式提交申請，安排373名乘客全員下機，第一，航班旅客國籍混雜，大量乘客原定入境口岸是上海，沒有杭州入境備案，部分外籍旅客並不持有中國簽證，航司必須啟動臨時過境審批，承擔高額地面代理、邊檢配套服務費用。第二，300多名旅客需要調配數十輛大巴轉運，預訂數百間酒店客房，持續提供3餐飲水，一夜食宿、交通開銷便是數十萬規模。第三，所有托運行李需要全部卸機，重新安檢，後續飛機維修完畢又要全員重新集合，再次裝載行李，整個流程耗時巨大。一旦出現旅客自行脫離隊伍，沒法準時返回，整架航班直接徹底取消。全套流程走完，這趟 EK302 航班不僅毫無利潤，還要額外承擔近100萬人民幣的硬性支出。而另一個選擇是什麼？就是緊閉艙門，讓乘客留在機艙原地等候，不需要酒店，不需要大巴轉運，不用啟動複雜過境手續，只需要少量的面包、飲用水，額外支出微乎其微。航司唯一需要賭的一件事，在有人出現重大生命危險之前，修好飛機，天氣好轉，直接起飛奔赴上海。兩相權衡之下，航司做出了抉擇，苦一苦機上的300多名乘客。道德經云：後其生而身先，外其生而身存。長久經營的企業應當把消費者安全放在利益前面。可如今部分跨國巨頭恰恰反過來，把財報利潤置於旅客基本健康之上。有人會替航司辯解，備降國際航班下機流程繁瑣，規則複雜，應當體諒企業難處。但我們一定要分清兩個概念：流程複雜不等於拒絕嘗試，規則約束不等於漠視生命。法規之內本就預留緊急綠色通道，當多名乘客接連中暑暈倒，生命健康亮起紅燈，這本該是航司啟動應急方案的信號。可惜在事態惡化到無法遮蓋之前，他們始終選擇觀望拖延，甚至編造謊言推卸責任。接下來我們撕開最迷惑大眾的法理陷阱。機組口中所講機艙不屬於中國領土，是典型截取半條法律概念，制造信息差的流氓話術。不少人聽過老舊理論，飛機是浮動領土，但現代國際法早已全面摒棄這套觀點。根據東京公約規定，航空器擁有登記國管轄權。阿聯酋注冊的飛機在公海上空飛行的時候，機上糾紛優先適用阿聯酋法律。這裡關鍵詞是管轄權不等於領土歸屬，管轄權代表發生衝突之後由哪一方法律審理。領土主權界定這片空間受哪個國家法律管控，二者絕不能混為一談。只要這架 A380起落架降落在杭州蕭山機場停機坪，機身停靠在中國領土之上，整架航空器就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主權管轄範圍內，必須遵守我國的法律法規。阿聯酋航空刻意偷換概念，把登記國享有管轄權歪曲成機艙不屬於中國領土，不僅法理上漏洞百出，
更是借着大眾對航空法規的陌生，完成一場完美的矛盾轉移。在這兒順帶揭露航空業流傳多年的潛規則，也是無數境外航司屢試不爽的甩鍋套路。不少外資航司在中國境內遭遇延誤、故障，第一反應從來不是直面自身問題，而是一套固定的話術循環，沒法操作，是中國邊檢、海關、空域管制的規定限制。這套計謀十分陰險，擁有2層算計。第一層，情緒轉移，把乘客的滿腔怒火從航空公司服務的問題上轉嫁到國內監管部門身上。第二層，塑造受害者人設，對外營造我們很想幫助旅客，但當地政策死板，無能為力的委屈形象。大部分普通旅客不熟悉邊境檢查細則，很容易被這套說辭說服。幸運的是這一次阿聯酋航空算錯了對手，杭州邊檢機場直接拿出完整證据鏈公開澄清，一次響亮的逼斗徹底擊碎跨國航司長久以來得心應手的甩鍋慣性。再看事件發生之後網絡上截然不同的2種聲音，更值得所有人深思。我們不妨大膽設想一個场景，如果被高溫機艙困了10幾個小時，多名乘客中暑，機組編造理由甩鍋的主體是國內航空公司，不用等待半天，短短2小時之內，全網熱搜必然蜂擁而至，鋪天蓋地的批評席捲各大平台，大眾會猛烈抨擊航司傲慢冷血，漠視旅客的生命，企業必須火速公開致歉，出台賠償方案。可同樣的事主角換成了頂着奢華光環的阿聯酋航空，評論區劃分瞬間分化，大量網友主動站出來體諒航司，國際航班規矩繁多，企業也有難處，大家要理性看待。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明顯的雙重標準？根源在於長久以來海外高端品牌營銷形成的濾鏡，多年持續不斷的短視頻種草、網紅旅行體驗，不斷強化一種固有印象。外資頂級航司服務更加規範，理念更加先進，濾鏡一旦形成，大眾會下意識降低包容門檻，主動為他們的過失尋找合理借口。易經痞卦有言，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當品牌華麗的宣傳跟底線失守的現實嚴重割裂，信任的裂痕就此誕生。奢華包廂、空中酒吧全部屬於溢價營銷。真正考驗一家航司成色的，從來不是萬里晴空的順暢航程，而是突發危險來臨之時，如何對待普通旅客。順境之中人人都会表演服務，逆境之下才能看見企業真正的底色。很多品牌靠着重金營銷塑造高端人設，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待人的冷漠程度甚至遠不如大家瞧不上的廉價航空。因为廉價航空坦誠低價對應的基礎服務，而奢品航司一邊收取高昂票價，一邊在危機時刻精於算計。菜根譚裡有一句話：為人要留有餘地，事兒後當存些厚道。今天神話碎了一地，碎的不僅是一家頂級航司的金字招牌，更是資本在極端利益面前那層遮羞的虛偽面具。我們從來不是盲目苛責一場突如其來的天氣備降，也不是不能體諒機械故障的客觀無奈。我們真正在乎的是，當你把373個活生生的人關進密不透風的蒸籠裡，看着老人跟孩子中暑暈倒時，你算計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如何省下那筆冷冰冰的過境費跟酒店錢。機票可以有頭等艙，但生命從來沒有備降位。別用傲慢當成護身符，更別把信息差當成你無底線甩鍋的工具。在這兒，在中國的土地上，沒有任何一家跨國巨頭可以凌駕於規則與尊嚴之上。神話落幕露出了真實的人心。老鐵們，如果是你坐在那個悶熱的機艙裡，面對這本冷血的資本賬本，你會選擇沉默，還是掀翻桌子？我是白飯大招，點讚關注，下期再見。